说各个舞种里面的蹲起啊、扎马步啊、hip hop 和街舞里面的 bounce 啊，在爵士舞里面非常的常见，也是非常容易打破这个黄金垂直线。不管你是学什么舞种，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膝盖有问题是舞蹈中最常见的伤痛之一。今天我会从舞蹈常见错误的训练方法中，帮助大家直击问题原因，缓解疼痛。那如果还没有膝盖痛的朋友，建议通过我的指导来检查自己的训练方式，从预防做起，永远都要比补救治疗要好得多。那今天这个视频呢，要说的内容还是蛮多的，所以呢，我决定先开门见山的给大家一个总结性的答案，然后我再给大家一一的解说这些疼痛的产生原因以及克服这些疼痛的方法。OK， 进正题。那这个总结性的答案就是，想要膝盖不痛，我们这里有一个黄金原则，不管你的腿是站立的还是弯曲的，你的膝盖都要朝第二个脚趾头的方向，也就是说你的膝盖和第二个脚趾头是呈垂直线的，然后你的整个大脚趾的底面要完完全全的贴合在地面上。那我们在这个视频里面呢，就暂时称它为黄金垂直线。所以请大家拿这个原则想一想，自己在练舞的时候有没有做到这一点呢？那普遍的问题就是大家在训练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在多数的情况下，你弯曲膝盖的时候，膝盖是往里，脚趾头是往外的。比如说各个舞种里面的蹲起啊、扎马步啊、hip hop 和街舞里面的 bounce 和这个动律啊，包括我们在跳跃的时候的一个起跳和落地，都会存在一个膝盖往里、脚趾头往外的一个问题。这样你在重复的用错误的方式训练的时候，你的膝盖就一直在磨损，造成疼痛。那为什么膝盖会在这样的情况下磨损？磨损的地方又有哪些呢？让我们先用解剖学的角度来了解一下膝盖。我们的膝关节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关节，并且参与几乎所有的肢体运动。膝盖同时也是人体主要的承重关节。我们在跳跃落地时，膝盖还将承受比我们本身体重多3倍的重量。这么重要的关节，却在人类进化的时候并没有发展的特别的科学。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请大家先看一下这2张图片。因为膝关节要承重的话，不管在直立还是弯曲的情况下，你都要保持最佳的稳定性才好。因为这样重量上去了，你才能支撑得住。但是生理结构上，当我们膝盖弯曲的时候，我们的小腿是可以有一点点的内外旋转的，而且普遍在训练的时候，小腿的外旋比内旋多，这就让屈膝的关节活动性大于了稳定性。那问题就来了，你在蹲的时候稍微一个不小心，你的小腿就外旋，也就是膝盖往里扣了，膝盖的承重就不均匀了，那力量下去就会损坏你的髌骨、韧带以及半月板，这也就是大多数朋友膝盖痛的原因。那我在这里再带一句，当你的膝盖不是在主力腿上承重，而是动力腿上在运动的时候，膝盖的活动性是没有问题的。所以问题主要出现在主力腿上承重的那个膝盖。那我们在训练中如何让膝盖达到最佳的稳定性呢？那下面我从韧带和肌肉力量的角度给大家分析一下。那这里呢，我要先给大家说一下前后交叉韧带，大家看一下这里。那这2根韧带呢，是以交叉的形式把我的大腿骨和小腿骨连接在了一起，所以它是在2个骨头中间。那大家想一下，如果这个是我的左腿的话，OK， 我的左腿这个上面是大腿，下面是小腿，然后你看这根韧带，我们的大腿要有一个外旋，小腿往里，这样子这个韧带才是锁住牢的，这样子我的腿才是稳固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膝盖往里，小腿往外旋的时候，这也是我们在跳舞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的问题。你看一下这根韧带就松掉了。这根韧带就没有像之前这么锁得牢，就松掉了。在这个地方，我们的灵活性就大了。在这个位置上，你看我弯曲的时候，你看韧带松了的话，膝盖就很容易移位。但是如果我把小腿往里，把大腿往外的时候，我在弯的时候，它的韧带是拉住的，是更加稳定的。通过这个理论，我们就知道在站立的时候要通过胯跟把大腿往外转，然后通过让大脚趾牢牢的稳固在地面的感觉，把小腿往里面转。那我这里再给大家推荐一个自检的方法，用笔分别在髌骨和胫骨粗隆的中间画线，然后你站起来检查一下这2条线有没有形成一条直线。那我天生就是大腿骨往内旋的人，你看，所以我就是要更加努力的去把大腿给转开，然后让我的2根韧带锁得更牢。膝盖痛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腿肌肉力量不均匀。那我这里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股四头肌，这组肌肉一共有4块，它们都是从胯部开始一直往下包裹住髌骨，并在小腿上端结束。通常呢，大家的股外侧肌和股直肌的力量要远大于股内侧肌。我们在屈直膝盖的时候，这组肌肉就在做一个收缩和拉伸。伸直的时候肌肉是收缩，蹲的时候肌肉是拉伸。那如果我们的外侧肌肉能力比较强的时候，它的收缩就更加的厉害。结果是什么？你的髌骨就会被它向外侧拉。那髌骨本身应该也必须在股骨滑车沟的凹槽里面上下滑动，那它也就是在大腿骨末端有一个凹槽。但是现在由于外侧肌肉把髌骨向外拉了，所以呢髌骨就没有办法在这个滑车沟里面正常的上下滑行，并且与这个凹槽开始磨损，造成伤害。所以膝盖有问题，我们就要在训练中大大的加强股四头肌的训练，尤其是股内侧肌。在做蹲、跳跃以及各种膝盖动作的时候，都要强调用内侧肌把膝盖推到黄金垂直线上。
好多理论知识。现在让我们来临床的解决一下具体的舞蹈动作该如何处理。那既然我们现在讲到髌骨了，我就再说一下深蹲。深蹲其实是高风险动作，不管是一位蹲、正位蹲还是单腿站立，因为膝盖在极度弯曲的时候，我们的髌骨就与我们的股骨滑车轮更加贴近了，几乎是挤压的状态。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加上大腿的肌肉力量不均的话，问题就会更加严重。还有就是，请大家一定要做足了热身之后，再去做深蹲或者大幅度弯曲膝盖的动作。对于跳跃呢，我要再说一下，落地的顺序应该是先用你的脚趾头到脚掌，这是第一步，然后再是脚后跟、膝盖和胯跟的弯曲。大家在起跳的时候不要把力量全部花完，这样你在落地的时候才有力量去控制身体。大家在做外开蹲的时候，比如芭蕾或者现代舞这种动作会比较多。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所有的外开动作都要从胯跟去转开，而不是用膝关节做外开，因为你膝关节一外开，膝盖的韧带就又松了。你平时可能会像这样子来做准备位，但是你看这样的话，你就把膝盖给拧了。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在胯部朝前的位置上保持膝盖伸直，然后用胯跟先把腿打开，然后让脚对准膝盖的位置，再来做蹲。那像街舞的话，里面用了很多膝盖内扣的动作，比如说这种动作，大家想想我刚刚的原理，它就是非常伤膝盖的。建议膝盖不好的朋友们能不做就不做。那如果是这种动作的话，大家一定要想着从胯跟开始转，而不是胯跟不动直接转膝盖，还要切记多使用内侧肌来做这个旋转，但是还是非常的伤膝盖，说实话。那有朋友可能就会问，好多街舞都是各种玩膝盖，而且你看那些舞者也玩得挺溜，都没事啊。那我的回答就是，他们可能现在还年轻，或者膝盖还没有磨损到阻碍他们跳舞的程度上，这不代表这些动作就不伤膝盖，只是时间未到，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其实呢，跳舞一定都是有牺牲的，90%的舞者都是有伤痛的，这个时候你就要做选择，你要不痛的身体，还是要炫酷炫技呢？最好是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那如果要做到这样子的话，你就要对自己的身体保护非常的有意识，身体保护好了，你的舞蹈生涯才能走得长远。OK， 那我们继续，所有单腿的动作，不管是蹲起还是单腿的主力腿站立，我劝大家从现在开始着重训练股内侧肌的力量，因为单腿的动作太容易让股外侧肌来使劲了，导致大腿内扣。而且你单腿承受肢体的时候，比你双腿承受身体的重量要更多，所以这个膝盖的压力更大，你就要更加注意这个黄金垂直线。很多转胯的动作啊，在爵士舞里面非常的常见，也是非常容易打破这个黄金垂直线，所以大家在转的时候也要看一看自己到底有没有膝盖对准脚趾尖了。这些其实都是很微妙的调整，但是这样的调整会让你的膝盖好很多。那大家在做地面动作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用自己的核心帮助减轻膝盖的沉重，而且切记务必带好护膝，这样才能保护我们的膝盖。那膝超伸呢，是舞蹈里面比较喜欢和漂亮的腿型，但是审美和健康有时候并不是和谐的。超伸的膝盖会加强大腿骨的内旋，因此又放松了前后交叉韧带，让膝盖处于活动状态。所以是这种腿型的同学就要更加注重维持黄金垂直线。那膝盖咯吱咯吱响的话呢，其实是你的软骨组织没有之前那么的光滑了，所以在弯曲的时候摩擦力加大，发出响声。通常问题不是特别大，但一定要加强股四头肌的训练。那这个呢，也是我比较推荐的一种活动方式，大家可以用手去稳固住自己的髌骨，然后慢慢的做一个腿的一个骑自行车的动作，去先把你的膝盖热身开，然后这种咯吱咯吱响的情况也会缓解。那其实我们在生活中也要时刻注意保护我们的膝关节，有很多生活中的习惯都会破坏这个黄金垂直线，比如说走路八字腿，又比如说翘二郎腿，这些都是非常不好的。那其实上下楼梯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股四头肌的方式。那大家呢可以多走走楼梯，放慢的走，在这个上下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大腿内侧肌在时刻把膝盖固定在与第二个脚趾头垂直的位置上。那其实膝盖痛的原因呢还有很多，包括你的基本功练得不对、不扎实，包括你的胯部、脚部的一些问题都会影响到膝盖。还有比如说你在硬地板上跳舞啊，穿了不舒服的鞋子啊，都会造成问题。那其实我真的好开心，我今天做了这个视频，因为我在帮大家解决问题的同时，我自己也学到了好多新的知识，并发现我无时不刻都在伤害自己的膝盖。哎，真的是我不膝盖痛，谁膝盖痛啊？OK， 那如果现在你还在看我的视频呢，下面的内容就是你的福利。那最近呢，我结合了自己近30年的舞蹈经验，推出了一套自创的舞蹈视频教程，专门帮助舞蹈小白们转身变成自信跳舞的达人。想要学爵士舞、现代舞、街舞、韩舞，都可以从我的课程中解锁身体，全面提高基本功、协调性、力量、节奏感和情感表达。讲解课深入了解动作要点，跟练组合让你在重复中掌握动作的精髓。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查看我的主页签名来获取课程的打开方式。学编舞，学跳舞，跟我一起从不一样的角度来探索吧。